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？20几天前，我收到一个粉丝小姐姐送过来的4颗牡丹蛋，当时我还说嘞，这次有强烈的预感，这4颗应该都是公的。结果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照蛋，就直接损失掉了2颗，有2颗都是白蛋哦。幸好是还剩下2颗受精的，只是咱们希望的4只都是公鸟的梦想，就这样给我破灭了。时间也是很快，转眼就到了它们快要出壳的日子。结果好巧不巧的是，碰到了暴风加暴雨，而且我们这儿还大面积的停电了。还好我的水床是一直孵着鸡蛋的，所以就把它们移到水床这儿来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没有来电，但是我发现有一只小鸟已经出壳了。这个时候离停电已经过去有6、7个小时了哟，但是水床依然有温度，应该有个31、2度吧。所以我帮它出壳以后，就直接把它丢在水床里孵着的，并没有拿出来哦，因为这个时候保温箱工作不了。照理说2颗蛋一起孵的，另一颗都出壳了，这一颗也应该起嘴了呀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一点破壳的痕迹都没有，然后又放回去继续孵着了。时间到了中午，由于停电时间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，水床的温度基本上已经散完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把它拿到手上给它敷着，然后赶紧烧了一些热水，加到这个水床里去。还别说哟，这个办法还不错，瞬间这里面的温度就升起来了。到了下午，电来了，咱们顺利的把它接到保温箱里来啊。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度过了第1天。今天也是它出壳的第2天，喂了1天，看起来变化不大啊。小鸟就是这样，前几天基本上变化不怎么大，后面慢慢的长羽毛了，它这个变化就很明显了，一天一天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个兄弟，照理说它也应该出来了，但是从照蛋这个情况来看，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。这里面照起来偏黄，而且也没有看到鸟在动，也看不到一根完整的血丝。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这样的，这家伙已经夭折了。问题也找到了，就是这个嘴巴短了，好像没有捉到蛋壳哟。最后应该是里面空气不够，被憋到了。昨天我也检查好几遍，一直看不到捉壳，就不敢动它，而且它也不叫，我还以为它要等2天嘞。也是没办法，这个就是自然规律啊。来吧，孵到最后又是一只独苗。呀，我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其他的不说了，咱们先给这个小家伙喂点奶啊。速囊都已经空了。看饭，小伙子。再给大家说一下啊，给这种刚出生的小鹦鹉喂奶，一定尽量的把勺子放平，让它自己往里面吸，这样的话才不容易呛到啊。因为经常有粉丝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喂奶喂进去几秒钟它就挂了？这个就是明显的被你呛到了。不要担心它不吃，使劲往它嘴里倒。这个鸟它是饿的，它知道自己吃的，咱们只需要把食物放到它的嘴边就可以了。像这种被呛到的，真的是很难抢救哦，几秒钟它就没了，而且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有判断它们有没有吃饱也很简单啊，就看这个速囊嘛，这个黄黄的就是刚刚咱们喂下去的奶粉啊，只要这儿给它喂的鼓起来了就可以了。瞧着，这才第2天哦，就开始躺下了。好了，咱们把它放回去休息了。想看它成长故事的朋友，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会经常更新它的。哎呦，朋友们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刚刚我过来喂鸟，发现这里面居然趴着一个，没想到啊，咱们捡到的这些蛋居然还能出来。其实我对它们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哟，一个个被我捡到的时候，蛋身上都是湿漉漉的，而且都已经凉透了。这没想到，这小子还挺顽强的。这种情况下他都能出来哦，那其他剩下的会不会也有可能呢？好像被他听到动静了，把这个盖解开，他就张着个嘴巴问我要吃的。这刚出来没多久就饿了，
蛋壳给它清理一下。刚出壳就张着嘴巴要东西吃，这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哦。把它和这2个稍微大一点的放到一起，看看这3个嘴巴，嘿嘿，有点好笑哦。剩下这些蛋也检查一下，这颗大的越变越黑了，这不知道能不能出来哟。还有这些蛋也是开始变黑了，反正从蛋壳表面的颜色来看，应该情况不是很好。这颗的话，捡到的时候是没有血丝的，拿回家才孵了2天，再孵几天看一看吧。来吧，给这个刚出生的喂一喂，其他2个我刚刚喂过的，喂完以后转头才发现，它在里面都出来了，这下单独给它喂一下。这2只喂过几天的，和它相比起来就很明显了。这个刚出生的一看就小很多，还被一个大胖子给压到下面去了。呀的这个家伙，你旁边去，你把他压住了。来，这么小就必须准备一个挖耳勺才好喂。这个鸟比刚出生的虎皮都小很多哟，所以不好拿，稍微劲儿使大点，都怕捏到它们。哎，别晃！本来就只喂这一个，结果旁边这个都搭着搭着又吃了好多。说是不喂它，但是有时候看到它张嘴巴，我就忍不住想要喂它2口。还吃不，小伙子？哎，别晃！呀，这家伙太小了，是真不好喂啊。这个大一点的吧，嘴巴大一点还好喂一些。刚出壳的这个太小了，这喂个饭还带旋转式的哟，必须得转着杯子喂它才行。也是差不多了，虽然它好像还想吃，但是第一顿不喂这么饱，等会儿再来给它们喂。想看后续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会持续更新它们的最新状态的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